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公益人士郑村棋，大家好；还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关心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最近见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很特别，他是叙利亚的总统夏拉。当然两个国家就会谈两边的双边关系发展哦。好，那当然看到这个是在白宫里头他跟川普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好，为什么讲历史性呢？也就代表很久没发生过这件事情因为这一次是1946年叙利亚独立以来第一次有叙利亚的领导人访问白宫。那两人讨论的当然是叙利亚跟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跟未来如何强化各自的这个领域发展。但问题就在叙利亚总统夏拉来到白宫他没有从正门进入他也没有享受通常为国家元首跟政府首脑准备的礼遇。那川普则是亲自到门廊来迎接他，那跟往常的正式访问也不一样。那记者们在会见开始时也没有被邀请进入到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好，所以虽然是历史性但是看起来稍稍在礼遇上面有一点点跟过往不一样。好，那这叙利亚总统历史性的首访白宫川普就赞说夏拉是硬汉，说他过去身为圣战士的艰难经历将有助于重建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川普最新见到的人之后，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发展。尤其现在这个贸易之争看起来稍稍停火了，但很多人认为恐怕只是一个阶段的停止接下来恐怕还有其他的部分。因为像是好多的领域，像稀土的部分现在全球都很关注也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川普上任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稀土对于全球来说都这么重要。好，那当然应这个西非国家的邀请，中国大陆的副总理刘国中前往访问两国，并出席了几内亚西芒镀铁矿项目的投产仪式。好，那这个项目呢有中资参与，而且具有影响全球铁矿石供应的潜力。中方表态希望跟几内亚实现一个合作共赢的局面，也就是希望能稳住铁矿的矿源。好，那当然也是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日本跟美国携手在南鸟的岛屿要开采这个稀土所以现在看起来跟中国的另外一侧的这些盟友们正在积极的开发稀土好，那当然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说稀土这个中国大陆这张牌只能再打2年，但是却遭到专家狠狠的打脸好，我们看到这是讲什么呢？这欧亚集团的大宗商品的主管布谷说承诺在1或2年达成，这不是天真就是太夸大了。他说美国没有实际的方法能够办到。好，因为我们知道稀土它确实是有可能是这个挖矿挖采的，但是它在提炼的技术上面美国恐怕还要再多付出很多年的时间。那另外一个领域就是芬太尼因为现在中国强化美墨加抑制毒化学品的监管。好，那他们新增了13种芬太尼潜艇的出口管制。好，那这是中国大陆的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所发布的公告，提到对既有合法用途又可用于制毒的非列管可制毒化学品以及设备出口时，就要应密切的关注国际的公约，相关的进口国分别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等高风险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以现在确实也有在进行严密的控制。好，那不管是这个稀土或者是芬太尼中美之间的贸易确实一直不断的在竞争当中。但是我们要看到全球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AI。好，现在很多人都用 AI来做工作，来做作业，但问题就是AI 机器人看起来已经有一些雏形在了。过去我们看到电影上面这种 AI 机器人，好，会不会吞噬人类呢？我们可能会先被这个 AI 机器人很多的工作取代那当然人形机器人现在很多的企业商说我们其实迎来了爆单潮，也就是它在国际上面越来越夯。好，今天就是双11嘛，其实这个购物大节，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行业有多家的企业都说我们爆单了。因为据报像是这个优必选、宇树科技智源机器人以及松研动力等在内的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
他们都官宣斩获了超亿元人民币或是仙台以上的订单，所以可见有这样子的爆单情况，也就是接下来在各个领域上面都会看到 AI 机器人哦。所以是不是被 AI 抢走了饭碗呢？亚马逊大裁了1.4万人，中国大陆的部门惨遭腰斩。好，甚至南韩这边也发现了 AI 真的是一个趋势，所以他们也启动了全民 AI 的育才计划，培养对象是从小学到研究生哦。好，那这个计划的国家蓝图就是希望能够加强个人终身的 AI 能力，将投资1.4兆韩元，培养从小学到研究生的 AI 人才。好，那 AI 有好处，当然有坏处，我们就看到有人用在不好的地方哦。这个韩国的高校连续的发生了大规模的作弊事件哦。那这是延世大学3年级学生有一门课程当中的一个期中考试发生了大规模作弊事件啊。部分学生在远距考试的期间都使用了人工智慧软体来代写答案。在校方敦促学生坦白之后，哇，有超过200名的学生是坦诚作弊的。好，所以现在这个 AI 是好也是坏。那在当然全球上面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好，不过我们还是看到了刚开始这叙利亚部分，很多人认为川普对叙利亚真的是又踩又拉。我们先问孙琦老师，这个还是要放到整个国际局势里面的博弈，包括地缘政治在中东。以及中美俄这个强国之间的博弈的关系来看哈，这个案子中国大陆其实很少投什么弃权票、否决票。那么这个6号联合国由美国带头提出这个，其他14个安理会的常任跟非常任的都同意了，只有中国投弃权票，他当然没有用到否决票。首先其实很有意思，俄国其实原来在叙利亚是很有力量的，阿萨德是跟俄国一起的，然后这个加拉尼就把他推翻了。关键是这次在联合国要解除对于叙利亚的制裁，特别是有关这个恐怖分子这一部分，俄国竟然跟中国不同调，中国投了弃权，俄国竟然提了同意，这个也是很奇怪。当然，这个新上来的叙利亚总统很厉害，可能也去跟俄国谈，让他再恢复过去。俄国原来在叙利亚阿萨德时代有很大的空间，跟比如包括一些军事基地，做了一些利益交换。可是中国投这个东西有他的考虑啊，为什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非常讽刺啊。这个是原来是个恐怖分子的头子啊！美国人悬赏1000万美金，等于是3亿台币。忽然间他变成座上宾，到了白宫去啊！川普还大力夸赞他说 tough， 你知道川普就这讲说什么很强，都是这个玩意儿。可是原来是怎么样把他当作敌人，帮他对手啊？所以大家联盟抵制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忽然间，说真的，那些有时候都是假的。美国人一看。叙利亚原来的旧势力被颠覆了，美国就拉拢，马上解除对他的制裁，然后拉拢了。最重要的是把他请到白宫当座上宾，虽然从侧门进去，川普对他给予多少好颜色，是吧？副总统，然后这个国防部长都跟这个叙利亚的总统见了面，所以强力的在拉拢这个关系。中国这个还是认为说，叙利亚你这个新的总统，你们还是支持东巴基斯坦这个运动。这个对中国来讲，这个东巴基斯坦运动就对他们来讲是国内对造成威胁，是恐怖分子。你不能完全无条件，所以中国至少做了一个弃权，留下一些空间。所以你看，中东整个开始变了，然后大家在那边博弈，在互相交换。那刚刚提到不止这样，不止在外交，在国际关系上，你看连铁矿，中国大陆为什么这次副总理要去巩固？因为美国人也很厉害的啦，大家都知道巴铁啊，跟这个中国大陆是铁杆的，可是前一个阵子，他们的领导人也跑去跟川普见面，跑到白宫去啊。包括最近才上个礼拜，中亚5个国家都在白宫跟川普见面。只要有这些国家都是摇摆在强权之间，看谁给好处。有时候这边，有时候那边。所以对中国来讲，那他们在谈的时候都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矿，包括对于稀土，是吧？包括巴铁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对中国来讲，铁矿非常非常重要，要去巩固。那对美国人来讲，中国大陆这一次在反制美国川普对关税的这个打击的时候，用了一张王牌，就是稀土。那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威胁。从美国的角度，他当然要脱困啊，当然解决卡脖子，所以呢，到处去找新的矿，包括跟日本怎么样弄。当然，矿挖出来到提炼还有一段路，可是美国人不能坐以待毙啊，也是到处结交关系，所以大家都在互相掐对方的脖子，扯对方的后腿。从中国的角度也是这样，铁矿本来都是被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铁矿又好，但是问题是价钱很高，卡得死死的，所以他们就分散到非洲去找到这个矿。这次副总理去要动用这么大规格，当然不是只有访问那个国家，包括应该是怎么样？美国已经在背后开始挖墙脚，开始给好处。你看看最近我刚刚提到中亚这几个国家，包括巴铁，包括这一部分，所以这个大部分在资源的抢夺，特别对稀有资源的抢夺，也是国际角力很重要一环。好，我们接着问将军。那我们这次这个川普会把叙利亚这个总统接过去到白宫去做客，我觉得主要的目的这个川普想要稳住在中东的局势了，因为叙利亚以前是这个阿萨德那个时代是亲俄的因为俄罗斯在这边，叙利亚有一面是面临地中海。那俄罗斯在这个国家里面，它有空军跟这个海军的基地在这边是俄罗斯的力量来讲是向地中海伸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但是阿塞德去年来讲的话，居然两天的时间就被打垮了然后就跑掉，就变成这个圣战士就现在这个总统这个掌权之后，但是叙利亚可不可以就此太平？我觉得很难。我简单跟各位讲，这个叙利亚这个国家有多乱先前的阿塞德的力量他还在他俄罗斯还在这个地方控制他的海军跟空军的港口基地来讲，他老巢还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股势力。第二股势力是什么呢？是伊斯兰国 ISIS 还在这边有势力。那美国要打 ISIS， 美国要打 ISIS， 他就扶持哪一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讲库德族那个组织，我们不要讲国，他那个名称你记得会很乱，什么又是民主阵线又是解放阵线，就是扶持这个库德族那库德族又有一个国家要打他，哪一个国家呢？就是土耳其要打库德族，因为库德族这个认为说是这个土耳其有一部分领土是他的，所以你看现在这些势力都还在。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现在这个总统原来也是美国称之为所谓的这种恐怖组织的一份子，称他为圣战士了那他既然现在来讲目前掌握了整个叙利亚最重要，名义上他是总统了，但实际上面我觉得他没办法控制整个叙利亚。那叙利亚这种乱局我刚刚讲的你知道有多乱，这个帮那个打这个又要跟这个打，然后所以短期之间我觉得这个叙利亚局势很难看到平定。倒是这个铁矿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铁矿是在几内亚，是在非洲西部的一个铁矿，东南部的一个国家它这个山叫芒杜山它铁矿有多好呢？它现在已经开发的，已经看明的，已经探到就42亿吨这么多的铁矿，而且这铁矿数值好到65%是铁。你看你挖出来有65%是铁，那多好的一个铁矿，品质又好那但是它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么好的铁矿没办法开发呢？因为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来讲，当然在西非嘛这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当地的法律啦、政治啦、安全等等因素。但有个最重要，它在山里面。那你铁矿要挖出来，那个铁很重，那个土很重，你要运出来的话，就是一笔很庞大的工程。然后运出来之后，你要运到港口，港口再用船运出去。但是中国克服这个困难，他在这个地方盖了一条铁路，这条铁路有600公里长他就直接投资这个打了好多个山洞，硬是盖了一条铁路。不但盖铁路，他还盖了港口所以运到海边以后，这个铁矿可以运出去。那现在这个铁矿来讲的话，它跟大家预估了这个开采量可以就是年产它42亿吨已经探明有42亿吨，年产可以1.2亿吨，就是说你如果说年产来讲，光已经探明了都够你挖40年了。那你看这个铁矿，而且素质又很好，对中国来讲，当然它以后就不会被这个所谓澳大利亚卡脖子那这个铁矿目前有分2个区。一个区是中国的这个力拓集团在开发，另外一个区是新加坡在开发，所以中国跟新加坡2个国家在合作共同开发这个区。当然，如果说这个铁矿现在已经确定说是铁路也盖好了，港口也盖好了，那中国会利用所谓的破碎法。就是你不是光挖土而来，到了下面以后，其实对几内亚这个国家有好处了。就是你的老百姓，我让你就业嘛，你把这个矿石把它打碎，打碎以后，我就可以上船，上船以后我就可以运到中国，到中国以后再提炼。所以这个大概整个产业链的掌握权还是在中国的手上。所以我认为说是以后来讲，中国有了铁矿之后在现在来讲，对于它尔后的经济建设或者基础建设会有很大的帮助。好，聂教授怎么看？我一路看这个川普的交易行为这个 Art of Trade 就是他在这个1987年写了一本书，他把商业的交易用到了国际交易，非常清楚
其实他打出关税得罪了世界很多盟友，他也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拉帮结派、呼朋引伴，把好一些朋友拉过来，甚至以前讨厌他，甚至被他制裁过的国家。这个我不管其他，我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历史性的首访，1946年到现在，各位，1946年是什么时候？是川普这个79岁的这个老总统呢，他在当时的6月14号出生的，正好是同一年。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国家曾经被经济制裁，从2012年到现在，他们内战之后从来也没有外交关系。美国和他叙利亚是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当然也不太适宜走正门、侧门进来。但这时候为什么这个要请总统来？我觉得是大哥对小弟挥手，你来我这边走走，因为他需要其他，尤其是比较是他的最主要的对手，中国的这个马前卒的一些国家了。你看他们现在喊出的邪恶轴心4个国家 ，Crink 有没有？从中国、俄国、这个伊朗，还有这个南韩，为什么北韩？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惧怕了，尤其他这些对手集结起来的力量，尤其这个对岸的稀土等的这些制裁。他必须把这些国家拉拢，还有一个像玻利维亚最近总统也选上，你去注意一下，都会也跟这个总统喊出呼声，因为是我觉得是美国大哥先向能呼应的。我就讲上次在这个埃及后面的类似的和平这个谈判，也就是以哈的谈判，刚才这个春游讲到这个重点，就是巴基斯坦这个出卖了中国，去把他的用个木盒在10月9号打开献宝给这个川普，告诉我们拿到了稀土技术。这是中国给的，这个不就是出卖？所以中国对这件事非常生气，但是你拿不了全部。我就讲稀土好了，我就讲美国，我讲的就是急了、怕了才会做这些动作。包括贝森特，他几次越看越急，越看越怕。他前一阵子讲说，谈判第5次完说，对岸因为我们的对岸太扯了，把枪放在桌上。我问一下，一个胆大的人怎么会怕人家放枪呢？还有一个胆子，你的对手如果胆子小，怎么敢把枪放在桌上呢？因为你怕了。所以我觉得贝森特怕了。那他现在讲什么都怕，他怕的就是稀土。他讲这2年，我觉得这是 ridiculous 的想法，这个太天真了。太多的媒体，尤其像那个自由财经的报道，我看了很多，什么又在日本的深海发现了这个稀土，又跟澳洲签了，还有巴基斯坦又给了技术。我跟你讲，那么容易吗？难上加难。我就不要讲储量。美国占了37%的4400万吨的，包括全世界1.2亿的总储量37%，产量产生了全世界60%。它的精炼这个萃取精炼，请问一下，美国要多久做到？我问一下，这是不是难上加难？请问他靠谁来做？你跟任何人美日合作也好，去把这个格陵兰的它的150万吨加上它自己本身180万吨也好，跟人家4400万吨不能比，储量不能比，产量不能，最主要是经验不能，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小笑话。也就是说，你靠谁去帮你提炼出来？你人现在不够，你只有靠别的国家，包括你造船都希望南韩到你的这个港口去造船等等，它已经完全空洞化，没有人、没有技术、没有技术件很难。因此，这个稀土，我觉得中国只抓这个就扣定了，从7项加到9项，以后它的元素之外加它合金的整个去跟它对谈，难怪乎这个美国会说他们放把枪在桌上，因为这把枪真的太厉害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带镜头转到的是南亚的印度因为印度这边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画面哦。好，这起爆炸呢，就是在新德里有一辆汽车在红堡附近等红灯时突然爆炸哦。好，您可以看到画面有相当的惊悚。好 ，CNN 指出至少有10人丧命，那当局不排除是恐攻，所以多地进入了警戒状态。那 NDTV 则说，这事发当天在近郊的哈里亚纳邦法里达巴德的地区这警方才刚查获了2900公斤的炸药，那距离爆炸地点只有50公里。所以大家有把这2件事情做连结。但是讲到印度其实大家还是很关心，就是跟美国之间的关税。那现在川普说已经相当的接近跟印度达成了贸易协议。好，川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莫迪已经承诺会逐步的缩减从俄罗斯进口原油。那这个贸易谈判他说表示非常乐观。那说他们已经大幅的减少采购俄罗斯石油，几乎停下来。他会在某个时间调降关税。好，如果真的因为关税的问题让莫迪这个减少俄罗斯进口原油，那就代表川普这个关税的招对印度来说是有用的。好，那也看到了瑞士也说是跟美国关税的谈判有一些曙光这是多家外媒所报道，说双方接近了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就是将美国对瑞士出口商品的关税从目前39%，真的课得蛮高
高的，好，要降到15%。那不过呢，瑞士官方对此是保持低调，只有说这谈判还在进行当中，拒绝讨论细节。好，那川普现在对于关税虽然还在进行，但是可能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在国内的最高法院审理他的关税案，可能会面临败诉吗？川普现在已经开始在打预防针了我觉得啦，好，他说如果政府败诉，美国必须要偿还超过20兆的美元。好，20兆我们帮大家算一下是新台币大约折合是62兆的关税收入，还有相关的投资。他说光是这个数字就对国家安全带来了灾难。好，其实他的关税也让很多的国家带来灾难好，那当然他只有想到他自己美国啦。好，那美国的参院60-40通过了拨款案，终结了41天政府关门。好，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全球非常关注的这个参议院在10号的时候，以60票对40票的票数正式通过了结束长达41天政府关门的临时拨款法案，送交了众议院。好，这41天确实已经完全破纪录了，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转圜。那尽管先前有说12名的民主党人参与协商，那最终只有5个人投下了关键的倒戈票。好，美国联邦政府现在关门已经接近尾声了那这个川普也呼吁航管人员现在就回去上班。好，但是他讲大家要回去上班还威胁大家说这个不立即回到工作岗位的人可能会面临扣留薪资。果然是川大，果然是老板个性又出现了。好，那中国大陆也宣布要放松矿产的限制。那专家现在就说有2招会让川普软了，那也就是美中会回到原点。我们来看是哪2招这其实是达美航空跟联合航空向机组员也发出了内部通知，那要提供这个加班津贴以鼓励接班，要试图维持航班的运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租车公司赫兹他说单程租车的需求确实明显增加，那甚至包机公司也说私人飞机的需求也激增，有很多的商务客就用私人航班应对大规模的延误。好，那我们还要再关注到就是华为，因为现在有说欧盟考虑要禁止华为然后参与成员国的网络建设，也就形同是不是要全面的封杀呢？知情人士说这欧盟的执委会在探索很多种方面，主要就是要迫使成员国逐步的从中国的2大厂华为跟中兴通讯要从他们的电信网络中淘汰。那彭博这边的报道则是说，欧盟执委会的副主席希望在2020年提出一个停止在这个行动网络当中使用高风险供应商的建议，转为一个法律的要求。那当然也要看到华为它也不是省油的灯嘛，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突破困境的一个解决方式它的华为 Mate 18好系列最快在11月25号就会现身。那这个系列将配备的是麒麟这个9030的晶片，那效能上面是更具表现。那其他像是 Mate 18的盛传功能，包含全系 3D 的人脸辨识，还有蒙猴 OS6 等等之类所以大家就说它的这个科技越来越强了。那中国大陆这边有研究发现说其实 Q3 的这个平板电脑市场的出货量年增11%，那现在看起来华为是第1名那这是 IDC 的这个发布中国平板电脑市场季度的追踪报告，说今年第3季中国平板的电脑市场出货为849万台，好，年增10.9%。那华为、苹果、小米是分居前3位，所以你可以看到华为它是第1名。那确实它在它的突破重围的困境上面，它还是有它的2把刷子。好，所以我们还是看到刚开始的印度部分哇，跟美国的关系看来这回应该是川普胜。我们先问春琪老师，印度自从莫迪当政的时候，他是个强人了把印度这个国家希望做大做强，然后在国际上发挥他们的这个地位。但是因为印度这个国家太大太复杂，里面有种族的、宗教的、阶级的，然后包括不同信仰的各种这个教派的斗争，所以它这个爆炸严格讲是蛮严重的。历来印度这个国内的大爆炸很多，当然过去主要集中在孟买，这一次从2005年，这次又是在新德里，在首都，看起来死伤很惨重。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集团或者一个政治团体说是我干的，没有认账。那对于这个莫迪来讲是很头痛的。不止这样，我认为这个印巴战争之后，莫迪是要受了很大的重创，否则
他本来因为俄国乌克兰打仗的时候，俄国被制裁，那这个印度这个逮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大的倒卖这个，它不应该倒卖，这进口俄国石油，又赚钱又转卖，那赚得盆满钵满。对，可是川普说真的是蛮厉害，凭空拿出一个关税大棒。他们等一下再谈说，国内的他们自己都不见得过关法，不见得认可，可是他在国际上都打来打去，印度就有点受不住，所以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那这个妥协，不过印度也很狡猾，他非常见风转舵了，他一时妥协，搞不好换得喘口气。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国际之间跟他的国内之间，对于印度来讲，跟美国的关系不得不像中国关税上就不让步啊。中国大陆说真的，最近不断的囤油、囤各种各样资源，那印度啊做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不过讲到关税，最关键的是美国自己啊后院起火，美国自己的国内就有很多人去向川普提告。那前个阶段他们的中阶的巡回法院已经说，川普这样子征税拿关税这样搞是不合法的啊。川普就上诉到最高法院，最近他可能就要公布。那刚刚都提到了，你这一下不得了，万一你川普败诉，你要赔款啊，你要退款，你要退还给企业家，退还给我。那包括这次一个大法官在听证就说，哇，如果真这样子，他当然认为川普是比较站不住脚在法理上，可是现实已经造成既成事实，要补救，那就他说变成是个大麻烦、大灾难。川普多厉害，在最高法院正在辩论要决定的时候，他忽然间出一招。他说：“我这次关税打得多漂亮，捞了多少钱，给美国带来很丰富的资源。我准备用关税红利对中下阶层每一个人花2000块美金。哇，他道德绑架。所以你这法官要是给他否决，说他关税不合法，马上你看中下阶层说我2000块美金了，一家5口就1万美金，川普已经开支票了，那就飞了。所以你看他们之间的博弈，川普真是不择手段用到了极限。但严格讲，他今天动用那个旧的法律搞这个所谓紧急策略，严格讲是非常非常滥权，非常非常破坏三权分立的。好，聂教授怎么看 ？OK， 我如果这样分析啊，美国整个民族如果以情绪化不遵法的这个去支持他这个民族性的国家的话，美国会赢。川普真的很聪明，很厉害。我这样分析啊，从去年的数据哈，他们的进出口，我们讲贸易余额啊，出口呢是2.8兆美金，进口是3.2兆，它总共是4000多亿的这个 deficit 赤字。那这4000多亿，各位去想想是赤字，但是它进口3.2兆，它原先在关税打之前 ，overall 它的关税只有4.多%。他原来预想的，就我知道那时候的这个，反正纳瓦罗那些跟他讨论的时候是10%。他想10%以后减4%、6%，一乘3.2多兆，赚2000亿。你知道他现在缺钱嘛？现在从36一下冲到38兆的外债，他到处开源节流，又搞 Doge， 又到全世界退群嘛，省钱。那又最主要是关税还可以开源，他这个节流关税之外还可以开源，他就每年再多2000亿，这是聪明的。可是这已经不遵法，他也就是才会落入这个陷阱。但是川普就是厉害，他认为他能做到就能做到，他以为他就是川地嘛，他什么都可以。我要讲是，其实美国真的是有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川普这边打出问题，在这个时候，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他打出他可能对自己以为会得到加分的东西，却影响到他对全世界结盟的损失。很多国家对他已经越来越感冒，甚至有很多抵制，也抵制到他自己的贸易的出口。好，那我就不讲这一块，这个都是有利有弊。不过不管怎么说，也就是他现在看到，即便是甚至国际法庭可能都会对他自己制裁。那我现在再讲一下哈，那当然我先讲一下，我想讲这个华为这个问题啊。大家我才从南京回来啊，你知道吗？我去到南京大学开了一个会，所有的这个学校去年在广州都是在新区，他们现在非常强调一个东西叫跨领域人才、跨领域科技结合，这是我觉得看到一个国家在政策上推动向上发展的可怕的地方。那现在讲到刚刚讲华为手机，讲到这个华为逆势突围这个地方，你知道哈，华为有多少员工？我相信知道你都知道是20多万员工，里面博硕士生一半以上，11多万都是搞研发，有这么大10几万的，请问10几万人是多少人？去数数看，在搞研发，你觉得他会被打垮吗？我觉得这不容易哦。当然，美国他用的他的这个围堵政策，他现在全世界170多个国家都已经有他的服务、他的这个商品进去。
所以他要动不容易，而且我觉得，尤其他们用重金啊，我们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们做了好几个叫广招天才少年，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 PhD 啊，博士生一进去就是1000万台币年薪啊，200多万这个人，这个高薪吸引这个顶级人才。你要知道，这些人哈，还给他 Stock Option， 就是股票分红的做法，你会发觉华为会不断的突破新的东西。你要说矽谷整个这个所谓的电子生态是很强，但是华为光靠它的这种毅力往前冲，我觉得美国再怎么围堵都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华为克住。这就是我看到从2011、2012年那时候，我就在 TVBS 一个节目在讲，他当就把华为中心，当时华为在刚冒出头的时候，就在美国在奥巴马时期大肆的收购了路由器，你知道，从那时候就已经看到了10几年后的现在，所以美国也知道它非常强，要用各种内容围堵，但是我觉得它在各种地方，我们不要讲哪一只手机哪一只水，随时还会出现嘛，哈，它就是我觉得突破这个历史突围的能量是蛮强的。好，将军。印度这个国家哈，其实它的因为那时候英国殖民在这个国家，英国走了以后，留下很多的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来讲，印度有一半的领土的族群来讲都在闹独立哈。我简单举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第一个来讲是所谓的锡克族，大家记不记得印度有一年哈，在去年来讲的话，曾经派杀手到加拿大暗杀了一个锡克族的一个领袖人物哈，造成这个加拿大政府对这个莫迪的抗议啊，但是后来也不了了之。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大家更熟悉的，今年5月7号的时候，印巴空战。印巴空战就是印度借口在所谓的克什米尔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他们的这种军人在这边被恐怖攻击所暗杀哈，然后后来才引发这个战争。那会造成这个原因。那第三个，我讲一个地方，大家知道，就我们中国称之为藏南地区哈。那这个印度来讲，称之为这个东北部的有7个邦，其中有一个邦大家比较熟悉的，经常听到它名字叫阿萨姆邦哈。其实他们也要独立，为什么他们这些要独立？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你印度人嘛，我们是不跟你不是同一个族群的。第二个来讲，他宗教也跟他不一样，就像是这个巴基斯坦他们这个克什米尔地方来讲的话，本来大部分的群众都是信这个所谓的这个穆斯林哈，只是说有少部分高层的人是信印度教。那么英国走的时候就把这块地方这跟印度高层跟那个跟英国的官员比较match比较好嘛，他们就把这块地方划给印度了，当引起基层的底下的穆斯林不满，所以这个问题留存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印度这个恐攻可能会持续不断了。大家不要以为中东在乱，其实印度不见得比中东要安全的多少，它的恐攻事件也经常会这个传出来，也是不是很平静的一个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谁要对普京开战呢？我们来看的是德国这边所说的。德国最近怎么了呢？他们的司令说随时协助向俄罗斯边境来部署80万的北约部队哦。好，这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所报道说，德国的联合行动司令部的司令亚历山大索尔弗兰克中将他说，柏林已经准备好跟莫斯科开战的准备而且随时要协助向俄国的边境部署80万的北约部队。好，那这到底是不是一个计划，还是正在实行当中就说是一个假想的部署，因为从去年公开的德国行动的计划的一部分，那这有1000页的文件中有规定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的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因为西方跟俄罗斯的对抗而被触发的话，柏林将如何应对？那这个计划的内容还包含说要把德国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后勤枢纽，那以便从北约的各国向俄罗斯方向来部署数十万的军队跟武器装备。那这个部署必须在冲突爆发之后的180天之内完成。好，所以说看起来俄罗斯是不是会对北约有一些部分的进攻或冲突的话，看起来德国这边有一些准备。好，那德国这边也要表决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德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关系。好，由联盟党跟社民党组成的德国联合政府那希望更密切的来审视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也要为此
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好，那是德国的财政部长兼副总理他就有计划说11月要来访问北京，那预计在会谈当中就要提出德国跟欧盟一系列的担忧。好，大家想到德国，应该想到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掐住它一个软肋就是稀土好，因为包含中国对稀土的关键材料的出口限制，也是德方非常在意的。毕竟德国的这个车企很多嘛，这个稀土的资源就用的比较多，所以必须要跟中国大陆有一些交谈。好，那当然北约这边现在也要看到跟乌克兰的关系因为说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还在打。好，大家不要忘记这场战争还是持续的俄罗斯有458架的无人机，然后呢发射了45枚导弹来攻击这个全国各地，其中乌军这边成功拦截了406架的无人机，还有9枚的导弹。那俄罗斯的国防部也有发声明说，这次的攻击目标就是乌克兰的军工体系跟其的军事行动所提供支持的天然气跟能源的设施。好，所以这乌俄战争还在持续的打。那英美这边协防北约的盟邦像是新锐的反无人机系统梅洛普斯部署波兰，那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比利时最近也蛮常被不明的无人机侵扰，所以英国这边就派遣了专家团队跟设备到当地的机场来协助监控空域，还有应对潜在的危险。那此外，美国的反无人机系统梅洛普斯也已经部署到了波兰这里。好，那华沙当局对美国还有北约的共同努力都表达了感谢。好，那到底除了这些系统之外，要怎么样对付无人机呢？说有一个最新的方法，我们看到欧洲多国已经紧急送到救渔网。好，这是法国、瑞典跟丹麦的渔民正在向乌克兰这边运送救渔网，好，以抵御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那他们运送了大概有280公里长的救渔网。那丹麦跟这个瑞典的渔民也捐赠了数百吨的救渔网。所以卫报说，现在这些废弃物派上新的用场，也就是要捕获俄罗斯的无人机。好，无人机在乌俄战争这场当中大家发现不对称的作战蛮重要的，而且无人机它的这个成本不用付出这么多，但是却可以引爆非常多关键的这个战役。像是美国政府现在停摆有超过50亿美元的军售延后交货，也冲击到北约。好，那这边就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现在出估嘛，就是这个价值50亿美元的这个部分是要支援北约盟国的武器出口，就因为政府关门而延宕。好，那现在因为政府要开门了，所以是不是可以更顺利一点点？我们再关注。但是中乌两大的要素驱动所以现在美国要来部署无人机美国的陆军部长说，打算到2到3年之内至少要采购100万架的无人机。好，接着每年再增加数十万剂的产能。那这个转变就是无人机视为消耗品，也反映了美军汲取乌俄战争的教训，以及力追中方生产速度，要推动国内制造跟快速部署。好，那当然美国希望他们的无人机产业越来越厉害，但是最厉害的还是中国大陆所以我们看到大疆现在呢，其实在全世界的布局很多，但是他们之前在这个去年10月，美国国防部把它列为是中国军工企业的清单，就发起了制裁。好，那他们就提起了诉讼，希望从黑名单当中移除。但是9月26号遭到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裁定是败诉的。好，那美国这边当然是因为无人机又贵又差，所以美国这专家也警告说，还是比不上中国的大疆。所以美国在无人机上面恐怕还要再努力好一阵子了。好，我们还是先问的是我们的将军有关现在的世界局势。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很奇怪他一直跟大毛两个这个从从中世纪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处不好，不停的打仗，但是在战场上面，欧洲从来也没有打赢过这个俄罗斯反而几次来讲都惨败而回第一个是拿破仑。拿破仑就是因为去征俄罗斯失败以后，拿破仑从此以后这个一蹶不振，最后在这个滑铁卢战败第二个就是希特勒，以他那么强的军队来讲入侵这个俄罗斯，到最后也是这个大败而回那现在来讲的话，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现在又要开始这个跟俄罗斯为敌为战。那为什么北约这时候会做这种动作呢？主要就是我相信他们应该也看到了
俄乌战争这个乌克兰可能这个即将战败，几个重要的据点现在马上这个可能会沦陷嘛。那我们也看到，川普本来跟普京约好要在匈牙利举行会谈，那为什么不在会谈呢？就是因为战场拿不到的，谈判桌上面也拿不到这个战场上面已经失去了，那你在谈判桌上面再谈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俄乌战争的关系让北约会觉得他们倍感压力，所以号称了80万大军。但是我可以预测这80万大军，德国跟法国来讲，德国自己不需要再做这种动作。你以现在你的军力来讲的话，我跟各位讲不够俄罗斯塞牙缝。为什么呢？你不过就是100多辆战车，在战场上面，现在光打掉的战车就4、5千辆，你100辆战车，你够人家塞牙缝吗？第二个来讲的话，你知道打仗最怕什么？是有作战经验的跟没作战经验，就像那个拳击手，如果说一个是刚毕业，平常只是在那边这个花拳绣腿，张牙舞爪练一番；另外有一个是实战过，像泰森一样，在擂台场上面已经打过这个征战了3、4年了。你说这两个打起来谁会赢？对不对？这个实战经验一定打过那种没有战争经验的。那讲到无人机我觉得这个美国也不要在这边这个就嚷嚷那么大声。你现在讲，你说你要产量100万架看起来数量好像很吓人。这个每年以后每年这个50架，你知道老共来讲的话，它每年产量是多少吗？800万架，800万架的无人机这只是无人机。那它除了无人机之外，它还有什么？我们看到很清楚，它国庆阅兵就摆出来给你看了，那绝对不是假的，不是只是吹牛的。我们看到除了无人机之外，还看到什么？就无人的潜舰它也有了无人的军舰也有了，还看到机器狗，对，无人的陆上载具它也有，而且那个量都非常的庞大。所以我觉得美国当然这个以他太平洋司令来讲，帕帕罗他曾经讲过要利用无人机将台海打造成一个地狱景象。或许他们是受了俄乌战争的这种观念影响，认为说是无人的载具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改变战场上的一个态势很重要的一个战具但是问题是说你忽略了事实，那中国做这些东西，平常讲他们这个速度是非常快，他光民用型的就打过你的军用型的。现在俄乌战场上很多都是这个大疆过去他是用民用的，在淘宝买了以后他就过去战场上面他就能用。那除了无人机外，你地面载具机器狗要不要跟他拼一下？这个无人舰艇要不要拼一下？对不对？地下的潜舰、海里面的潜舰、无人潜舰，你要不要拼一下？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也不要光说大话。聂教授怎么看 ？OK， 我觉得世界上有几个讽刺。第一个讽刺呢，就是你知道二战的时候呢，德国属于轴心国，然后俄国是同盟国，中俄美英法呢最后击倒了德国。这里面最大在欧洲战区战胜的最厉害的就是俄国，但现在的欧洲年轻人都认为是美国，因为美国后来的文宣政之战洗脑了这欧洲人，实际上是俄国打的。现在反过来了，现在变成德国属于这个美英法这些结盟呢，是北约呢要去这个击对中国。不是俄国，那我觉得这很有趣啊。俄国现在要部署80万的北约部队，但因为他们也是一样了，我觉得就是怕了，因为这个俄国真的这个实力在攻乌的时候他们会怕。这边写了一个叫北约自保驻乌，到底是要自保还是驻乌？就像有人说日本呢，这个说台湾呢有事，日本就有事，实际上后来就有分析，是因为日本就会有事，就开始盖这个飞机场。他说是要来支援台湾，就有人说不是，是要把台湾的日本人快点带回去，因为这他们就有事。好，那一样他们是要自保为主，因为上个礼拜波兰也发生同样的事，他也要重建二战的边防军。他们是因为觉得俄国进到了乌克兰是非常有机会胜算，北约也很难全部一起打，因此真打下去，俄国他要失去的后面的手段就更严重了。他当时只是希望你这个乌克兰不要北约东扩，不要军事不要扩张，这样不要加入北约，不要军事东扩而已。但现在打下去，其他都想自保，我觉得是这个原因。但我现在在讲，除了德国、欧盟全部都害怕了，怕什么？第一个，俄国的军事的攻击；第二个是中国的稀土，还是一样，所以才会只锁定稀土。我先讲一下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稀土都不用玩了啦。你知道稀土的用途啊，从军事到从军用到民用，军事到国防、航太什么都有，很可怕我跟你讲，你这战机、潜艇啊，里面的导引的飞弹、雷达、夜视镜。包括欧洲最需要的，欧洲你看德国是做这个算是绿人国家，它车要电动车，请问电动车你没有稀土怎么做？还有我们光讲永磁马达，你那个风力，这个很多的风力发电，不管离岸风力、靠岸风力都是德国做的它很贵卖给其他国家。可是你现在没有这个永磁马达，它没有稀土，你也做不下去了。你会跟那个荷兰当时把那个安氏半导体拿下来之后，你发觉整个供应链断掉以后，你就会怕一样的道理。我最后再讲一下无人机，这真是很有趣的东西。各位，这第二个讽刺，1960年代。
代，当俄国的这个登陆月球的已经赢过美国的时候，甘乃迪的时候很有魄力说我们要推航空计划，真的美国追上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阿波罗登陆月球，你不知道俄国当时是赢过美国的吗？现在大家看到中国的无人机，全世界翱翔，在年底的时候，整个秀都是靠无人机，好厉害。刚刚讲战争也是一样，战争不是无人机便宜，是它根本不用打死人呐，人的伤亡很重要。除了钱便宜之外，现在无人机的制造技术，中国跟造船一样，你是全世界第一，而且多到是美国好几倍。现在美国就怕，所以赫克塞斯在一阵之前才会在五角大厦说，我们要建制无人机计划，想学甘乃迪，你觉得做得到吗？我跟你讲，在2008年我就看到他们的交通部长说，我们现在要追过中国的高铁 UC China， 他们的高铁已经做到了4纵4人8纵8航，我们一定要从洛杉矶拉到拉斯维加斯，还有旧金山、洛杉矶要拉一条。请问美国现在高铁在哪里？好，郑老师，应该是在这2天了啊。俄乌战争打得最惨烈的第2仗就是红军城，这个是绞肉机，双方用尽全力，包括北约的很多军官包括英国的，假装那个所谓的雇佣军都进去，现在被包围。目前最新的消息应该是俄国已经把这个红军城打下来了。那打下来之后，就刚刚前面提到，所以这些所谓的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就会觉得是更大的威胁，俄罗斯会不会再往前推进？我基本上的判断应该是不会的。但是你看，德国已经蠢蠢欲动，借机。他们也是觉得说，过去都靠美国人保护，问题是美国人不可靠，然后随时要不要提高各种各样的保护费，借机就跟日本一样，开始要重建自己的军队，这是个非常不祥的征兆。所以刚好俄乌战争给他借口。那至于会不会真正动俄国这个德国的总理话当然讲得很大声了，真的敢吗？但是他们不管怎么样，借机就在布局。可是双方一直拉高，一直拉高，真的擦枪走火的机会是会越来越大。那这里面美国第一坏之外，欧洲不参加北约的英国也是坏中之坏。你看看那个新闻，透过 BBC 讲说，英国这个参谋长一个叫奈顿就这样，你看无人机就去弄那个骚扰这个比利时，那他最接着怎么讲？说虽然到目前为止查没有清楚的证据，说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就是应该可以推断，应该大概就是俄国来的。你看，就是要找理由，他不就是反正俄国威胁。他们发布的新闻，说真的，比利时今天有无人机侵扰，比利时自己讲话，为什么你英国人出来讲话？你就是整个就这么布局，然后说这地方也有那地方，那就是要把整个无人机更多部分是部署在比利时，准备跟俄国对抗。所以经过俄乌战争之后，虽然前面中亚那边打就已经看到那个亚美尼亚就看到无人机的作用，可是俄乌战争彻底让大家看清楚，各国现在都卯足全力。美国他说要搞是吧？可是美国你要搞，他们国防部长说要赶快要追加100万，你要有本事啊！这2天，当然众议院这个参议院已经这个反水了，所以他们这个政府停摆，基本上就完成一半。等众议院如果投票，那大概就可以重启。关键是你的薪水都付出来军人的薪水都付不出来众院还没有通过，川普已经警告那些航空人员说，马上现在给我回去上班，你再不回去上班就要扣你钱。前面是你们这个2党恶斗，政府激进关门，然后这些航空人员没有办法工作，发不出薪水，你们今天快要解决，他就翻脸不认人。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美国能够有多大的士气？他现在讲说好要100万，问题是做得到吗？关键是你这个国家内忧外患。全部都是把箭头指向别人，全部都是把责任归给别人。川普最喜欢转移矛盾，他国内就转移都是拜登，国外都是转为俄国、中国。